be holding on for the promise we held for life, for the people we love are living. Please tell my friends we won't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 We won't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 We will be holding on, as the sea will rise upon,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rowing. 您先请。你别这样，我怎么样了？就算您把话说的再不明不白，可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不会骗你，更不会害你。是，可是你瞒着我，我都说了，只要你说，我就相信。可即使这样，你还不是一言不发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天衣无缝啊！没事。你还我！成天就知道躺着打游戏，你看连身体都……我不仅是你的主治医生，还是你的姐姐，你连我的话都不听吗？我不听，你先还我。要还你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情。昨天谭老先生过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哎呀，不要再打电话催了，行吗？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没钱，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筹钱嘛，这不是啊？这王象牙一家也太不地道了，房租一拖就是3个月，听说还欠人家荣城医院的医药费。刚那人不会是向阳哥吧？你说这小姑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寻短见？不是我，是鬼，是谭老爷子的鬼魂要来快我们。我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想听哪个呀？那就先说好消息吧，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坏消息就是，有些人比鬼更可怕。你和之前的伤者金浩有什么关系？你最好都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没办法帮你。金浩，我们错过了一条人命。李千奶奶，叫谁奶奶呢你？
这真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呀！何止啊，这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啊！哎呀，小姐姐玩什么呢？来，咱俩一起玩。祖玛，别玩了，我一会儿有话跟你说。我们不方便听嘛，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呢？就是一点私事。祖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拿他当弟弟一样看待，感情挺好的。你还要留我多久？算了，你先回去睡吧，明天再说。这小孩玩心挺重的，从进来开始，眼睛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屏幕。这段时间他已经好了很多，虽然还是不大愿意跟别人交流，但至少不顶撞别人了。只是谭老先生一过世，他的病情又恶化了。可惜了，本来还想问出点线索呢。祖玛他能有什么线索啊？再说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谁说结了？我们还没问过金浩呢。金医生，他现在情况很不稳定。魏兰看着很泼辣，但是她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姑娘。既然你们已经问过了，那该知道应该都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孩子过来？祖玛他一直沉迷在游戏中，也不知从何开始，他的生长机能就停滞了。作为医生，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哎，赵先生，听说你以前也接触过一些相似的人？你是说这个孩子他……对，他已经20多岁了。喂，谭八斗家人的口供和魏兰的一致，这说明谭八斗真的是因为昂贵的医药费而自杀的。可医院也并没有催缴医药费啊，而且一直在尽心尽力地给谭八斗治疗。护士的监管虽然有疏漏，但也不该受这样的罪啊。哦，对了，小郭今天要去墓地扫墓，你要是碰见他，就把他捎回来吧。哼，说得倒轻巧，那是说见着能见着吗？楚哥，楚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女孩叫东南，是我在墓园认识的。和我一块儿过来的，她可能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别废话，跟我回特调处。开始第一次接触，你这是召唤神兽啊！同步率0%，信号搜索失败。苍天呐，查不出黑能量，我这个科学界的国民老公，岂不是名不副实？醒醒吧，你从来就没有过这个称号。切，不可能啊！我说，这位魏老先衰的朋友，你可不能气馁啊！下面我要交给你一个更加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老大，你别吓我啊！这种老式的游戏卡带呢，不好找，你好好的去物色物色，再研究一下。希望我明天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份有关于游戏内容的报告。老大，玩游戏也算加班吗？算，当然算了。不过这份报告不能少于10万字。加油！10万字。哎，可不可以少一点儿？从来没有想过淘个游戏机还能淘得这么生无可恋的。算了吧，老赵允许你上班的时间玩游戏，还不满足？怎么了？你的沙哑。不是，你怎么知道的？你手机屏不就是它吗？你在睡觉的时候，梦里喊着他的名字，沙哑，沙哑。
杀呀！杀死你啊！去！受不了你，丢人！待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配合行动。出来吧。啊，好巧啊！好巧，这是你的猫啊？不，是我的领导的猫。怪不得这么惹人厌。那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玩的这么悲愤啊？这哪是游戏呀？这根本就是折磨，还不能偷懒，万一被老大看见，又得扣工资。哎，老大，你怎么来了？老大，我还真第一次知道这个结巴还能传染。行了，王叔什么收获了？没什么收获，我专门问了一下相关人员，这款游戏收藏价值大于实用，除了一些骨灰级的玩家，根本没有人接触到。骨灰级玩家，我今儿倒是见了这么一个小子，看来得去医院会会他了。啊，这手机游戏还真是博大精深啊。沈巍今天怎么没来？他在学校上课呢。身兼二职，还真是辛苦啊。为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人，为了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儿，有时候也不得不辛苦。哎，程医生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哦，对了，我看过昨天下午4点，也就是魏兰自杀时候的监控。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去过护士站。你猜一下是谁？这个我怎么会知道？来，快看。你不是猜不到，而是不想去猜。魏兰和金浩都和谭八斗的死亡有牵连，而谭八斗生前最后一个忘年交，只有一个人。幸亏你给我喝了一杯咖啡，要不然我可真的要睡过去了。对不起。尊兰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我毕竟是她姐姐。你们说的没错，真人操控确实比什么虚拟现实要好玩多了，更别说这种电子游戏。祖玛，你想不想玩得更大一点？功德币的加持已经给到了你，你的异能也已经完全被唤醒。接下来想做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如果想要收手，收手？开什么玩笑！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可还没玩够。
你是哪位？游戏已经开始了。这里是医院，不方便外人进来。你放心吧，今天的主角不是我，我只不过是过来看看。你到底是谁？方便说下名字吗？白素霞。真是欺世老翁倒崩婴儿啊！看来以后别人给的东西还真不能随便乱吃。喂，司马，把家里的人全叫上来医院增援，马上。嗨，玩家1号先生，我是您的引路者，请您跟着我走，一定要跟上哦。这个游戏可没有复活币。你这是要带我去找谁啊？本款游戏的大 boss。哦，大 boss 呀？谁啊？对不起，玩家1号，这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那你能不能给我改一个名字？这个玩家1号也太龙套了吧！对不起，玩家1号，这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请。哎，那这个是什么呀？这是玩家1号的爆破追踪器，游戏失败或者中途拆除都会引发爆炸，里面炸药的含量足以炸死3米的人。玩家1号先生，我就只能陪您到这里了，剩下的路您要自己走。如果游戏通关的话，您很快会见到我。祝您游戏愉快，请。谢谢。怎么样，真人游戏好玩吗？果然是你啊，臭小子！为什么选我？因为我讨厌你。你们这群人总是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你们连自己的人生都过不好，凭什么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难道和你们的活法不一样就是失败吗？喜欢玩游戏就是罪过吗？我承认，这是我的错。昨天我就应该花一些时间来听听你的故事。下辈子吧。我看出来了，这个真人游戏的空间全都是你来打造的，你还可以控制别人的语言和动作，能耐不小啊。其实原来没有这么大，多亏那玩笔的大叔帮忙。我倒是没看出来啊，以你这么叛逆的性子，能替他卖命啊？谁替他卖命了？我们这是各取所需，我要替谭老头报仇。可我看你们两个年龄差距挺大的呀，这怎么就变成感情深厚到要替他来卖命的忘年交的？你懂什么？只有谭老头能理解我玩游戏，他是第一个把我当作亲人看待的人。他理解我，照顾我。我跟魏护士
金医生说过，我说他有轻生的念头，他们还是没看住。是他们害死了谭老头。玩家1号，现在我们一起开始第1段旅程，时间为10分钟。若时间内没有完成，您将会蹦化为美丽的烟花。你们可千万都别来，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第1项任务领取处在内科科室，对抗 BOSS 已经在那里等你。不知道鬼见愁要搞什么鬼，话没说明白就让我们过来，顶沈教授的空子啊！玩家1号，请不要做出作弊行为哦。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救救我！ Round 1 KO。王八蛋！玩家1号，真是时来运转，顺利通过第1关，真是羡煞旁人。第2项游戏，真人横版单挑，4元蓝关 BOSS 已经严阵以待。4元。 也太容易被控制了吧？啊！看来回去还真得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啊。您的专属武器在左手边的柜子里。玩家1号，要继续加油活下去哦。游戏倒数10秒。 看来这几天的瞎子还真不是白当的。哇，玩家1号真是势如破竹，顺利通过第2关。
请您到达最终 BOSS 的病房。终极关卡，幸运2选1，请玩家1号与最终 BOSS 走到指定位置，从前面的2杯水中选1杯喝下。要注意哦，1杯是普通的水，1杯是致命的毒药，生死攸关，谁才是那个幸运儿呢？搞笑呢？嗯，这可是要出人命的！臭小子，你给我出来！出来！不出来是吧？行。如果破坏游戏规则，最终 BOSS 将会喝下这2杯水。但是，如果玩家1号喝下其中1杯，无论是生是死，最终游戏将会终结。是水淋淋的事实。不！果然，你的全部异能都依附在眼前的这部手机上吧？不是你操控了游戏，是游戏操控了你。 Game over。不，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的炸弹人游戏。我在我的病房里装了炸弹，这炸弹足以毁灭这个医院。 错了，我错了。祖玛，发生什么事了？祖玛，我错了。祖玛，别动！ 怎么了？先坐下。
这个是重力平衡炸弹，重力一旦失衡，炸弹就会爆炸。我来试一下。别动！我用瞬间转移，把它移出医院。不行，你的黑能量能让炸弹加剧爆炸。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你赶紧离开，离开这里。大哥，咱俩的命现在是连在一块儿的，你死了，你觉得我能好吗？这个上最少有20条线路，每2条线会构成一个回路，而每5个回路会构成一个大的组合回路。我们得破坏这2个大的组合回路里靠近临线的这一条。要是普通的炸弹，我有把握。可祖玛他是没有常识逻辑的，他办事只凭直觉，恐怕我们生还的几率会非常小。又让那伙人看笑话了。要不要赌一把？赌什么？赌这个臭小子平时在医院里行动受限，根本就没有机会攒齐炸毁整个医院的能量。他可能没机会，可是亚青还有功德鼻祖可以协助他。可亚青现在的行为，显然是对现在的情况出乎意料。如果真的是他们主张的话，那又何必费这些周章呢？对不起，我瞒你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的。放心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要是我之前好好的研究电子设备的话，那不就没我出场的机会了吗？那是配置过试验血清的针头，而且是残次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哎，上次实验室遭劫的时候，不是让你清点了吗？你清没清点呀？清点过了，清点完之后，我做了一些处理，可能不小心遗漏了一只。一只都不行啊！那是我们实验的最高机密，一旦外流会伤及无辜，甚至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走走走。教授，啊，谢谢。比起我刚认识您那会儿，您这脾气可是大多了呀。找回来的希望渺茫啊！这希望是被我们处理掉了，而不是被有些人给利用了。
真晦气，不会有绝无你存。先生，郊区不走，我赶着回去交接班。这儿已经够偏了。不用打表，送到就行。我去。这大半夜的，你去五里村干嘛？找人。欢迎收听小说联播节目。魏南向前面的后视镜看去，那个老太太不见了，一下子停住车，转头向后座看去，他看见那个为什么刹车？没事，我在系鞋带呢。在座位上，前面右转就到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真的没有想杀人，但害了人，对不起。原来游戏那么无聊。祖妈，祖妈，祖妈！功德笔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异能是被强行催化的，一旦被破，就没希望了。安慰安慰。祖妈，祖妈。你们怎么才回来啊？你是不是想问，怎么一觉醒来就到家了？刚才不是还在医院门外呢？你们怎么知道的？医院的案件解决了吗？那功德比主呢？找到线索了吗？这个功德比主对医院似有深仇大恨，这次医院的事件只是刚刚拉开序幕。功德比主为了达到目的，他会不择手段，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到他。我们做医生的，不就是要救治天下的病人吗？祖玛，你放心，我不会让下一个病人走上跟你一样的绝路。陈医生，这是你让我整理的白素霞的病历资料。龙城医院还有魏兰和金浩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不用那么多，我已经有怀疑的人了。赵处，海星舰刚送来一个犯人，
案子有些蹊跷，一个老实本分的老司机，在昨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突然爆发洪荒之力，把人给打伤了。老司机，大静，你和老鼠去现场看看。小郭，咱俩去会会这个老司机。朱豪，男，40岁，出租车司机。据同事反映，老实憨厚，胆小懦弱。朱师傅，听你的同事讲，你平常是一位特别好接触的人啊。好接触？嘲笑我还来不及吧？贪财胆小，唯唯诺诺。你应该还听说过吧？我的老婆给我戴过绿帽子，我还得忍气吞声。周周，这个朱豪跟他朋友眼里的朱豪不像啊，会不会是人格分裂？总得有个征兆吧，突然就分裂了。你们俩有完没完？到底审不审？好。昨天晚上你在金龙路路口的大排档跟你同事吃饭的时候，突然用酒瓶砸向了身边的服务员。正当防卫，他撞到我了。小郭，你去检查检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伤，靠得上正当防卫这4个字。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